与此同时，企业人大陆地下会议室内，所有高层人物正举在一间屋子内，望向大屏上的永业大陆。只是大屏上只有永业大陆的模糊板块，看不见任何信息。他们能通过这个来确认永业大陆没有启动玄天推进器逃跑。大人，身旁一个心腹低头沉声道：“我们已试探性的发射了2发战略级通天柱，通过引爆地点来看，第一发在海域上爆炸，应该是被成功拦截；第2发在大陆岸边爆炸，也被拦截，只是拦截较晚。根据推测，永业大陆有一定的防空系统，但并不全面。一旦发射的通天柱数量较多，对方可能就防不过来了。很好。”站在大屏最前方的一个老者，单手背负在身后，眼里满是狂热。企业人终将重返天外天，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外人已经占据太久了，是时候将他们彻底清除了。一次性发射47根战略级通天柱，彻底摧毁永业大陆布置在大陆边缘的玄天推进器，不能让他们跑了。狱主，江北防线上，参谋阁阁主万岁正面色古怪地望向前方刚被战略级通天柱轰出的一个巨坑。企业人大陆一次性发射了47根战略级通天柱，但并没有越过城墙，轰炸目标好像是我们的玄天推进器。想法是好的，只是永业大陆在经过原始大陆碎片大陆核心以及黑暗科技的3重增幅后，早已经变得极其坚硬。也就是说，企业人大陆这波看似极其狂傲的通天柱洗地，对梵域近乎没有造成一丝损失。虽然确实摧毁了不少玄天推进器，但玄天推进器的造价成本并不贵，等会儿再打造一批就是了。我望向眼前这一幕笑了起来。47根战略级通天柱，至少造价也得250亿枚鬼石。对手的250亿枚鬼石就这么轻飘飘的砸水里，而我只需要付出一批玄天推进器被毁的代价，这笔买卖简直再合适不过了。而且对方这种大代价，只为了摧毁我们的玄天推进器，明显是生怕我们跑了。用这么大代价只是为了阻止我们逃跑，说明对方有些过于高估他们的实力，也有些过于低估我们的实力了。不过梵域如今的整体势力虽然确实不如对方，但也没差那么多。如果对方这样玩的话，那很容易就给自己玩死了。现在还有多少门玄天推进器？6382座。万岁耸了耸肩，近乎不影响永业大陆的前进。启动下试试。我挑眉，好嘞。下一刻，其中1000座玄天推进器缓缓启动，永业大陆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极慢，但就是这么慢的移动速度，仿佛触碰了某人的神经一般。狱主，万岁望向手里的天眼副屏，面色古怪道：“那边好像有点急了。”一次性发射了77枚战略级通天柱，轰向我们的西部沿海大陆。他们刚才启动的西部的玄天推进器，这座大陆的打击目标也是他们西部的沿海玄天推进器。急了，这是真急了。我笑了起来。我知道3级大陆肯定底蕴深，但你再深的底蕴，够你这样玩几次？1次、2次，还是7、8次？每一次可就是几百亿枚鬼石扔水里啊！而此时，企业人大陆地底会议室内寂静无声，所有人都眼观鼻，鼻观心，事情有点棘手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永业大陆又不知道他们。只要别一开始发射那2根通天柱打草惊蛇，屁事没有。等他们都靠近了，就算永业大陆有玄天推进器，也没有任何意义。手到擒来，十拿9稳。大人，烂摊子已经既然有了，那还得想办法收拾。身后一个幕僚沉声道：“目前通过我们发射过去的战略级通天柱防线方向，对方选择了向东方反方向逃跑。以永业大陆的面积，至少需要4000座玄天推进器才能满足移动需求。我们不需要摧毁永业大陆东部的玄天推进器，启动那边的推进器只会距离我们更近。我们需要尽快摧毁永业大陆其他3个方位的玄天推进器。只要摧毁了这一批，10天内永业大陆肯定无法重建玄天推进器的。然后我们需要将本大陆的玄天推进器催动到极限状态，这样原本预计还有15天的路程，可极限缩短到13天。吩咐下去。”站在地图前方的老者声音沙哑的缓缓道：“按这个计划执行。”不久后，企业人大陆展开了新一轮轰炸，近乎发狂一般，一次性轰出了300余根战略级通天柱，分别轰向永业大陆北南西3个方向。仅仅这一波轰炸就消耗了企业人大陆1500亿枚鬼石，但对于梵域来讲，损失几乎为零。不过在参谋阁内，万岁有些面色不是很好看道：“狱主，企业人大陆加速了，按照现在的速度，还有15日便会抵达永业大陆，和荒族近乎同一时间抵达。”我没有讲话，只是望向鬼皮地图。我终于知道俘获相依是什么意思了。我就斗了斗企业人大陆，给自己的时间差都没了。荒族那边有反应吗？没有。我轻点了下头。这至少说明荒族没有什么远距离监视手段，完全不知道永业大陆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永业大陆正在遭受疯狂轰炸。随后，我大步走出参谋阁，来到江北防线上，望向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在永业大陆成功晋升至3级大陆后，黑暗科技树后续分支终于显现出来。这几年，我共积攒了17个黑暗科技原点，经济民生一个没点，全留在这里。我相信肯定很少有3级大陆点亮这个层次的军事黑暗科技。黑暗科技名称：信号塔异化。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军事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可操控信号塔范围内任意势力发射的火力打击，并为其设置新的打击目标，1日只能操控1根。倘若对方势力也拥有该黑暗科技，则无法生效，使用次数不返还。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
10点，我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有了这个黑暗科技，就意味着我可以将企业人大陆发射的一根战略级通天柱强行拿走其操控权限，将打击目标设置为荒族。这样一来，这两个势力可能会先打起来，而我只需要坐享渔翁之利即可。即便无法当渔翁，也可以先将水搅浑，点亮这10点黑暗科技原点物超所值。7日后，距离荒族和企业人大陆抵达还剩8日时间，永业大陆近乎做好了所有准备。新的一批玄天推进器早已打造完毕了，但并未投入使用，而是装作迟迟没打造好一样，直至今日才再次启动。果不其然，启动的一瞬间，天眼大屏上再次出现了近100道猩红光束，又是来自企业人大陆的轰炸。又急，总是这么沉不下心来。我站在参谋阁内，望向天眼大屏上笑了起来。我轻抚着手杖，位于无名山后方的一座20级信号塔，散发出阵阵绿色光芒，如石子落入湖里溅起的涟漪一般，快速朝四周散去。很快便捕捉到了这数百道猩红光束的其中一道。下一刻，这道猩红光束近乎90度的调转方向，径直轰向荒族所在的大陆。广袤无边的海洋上，一批鬼潮正在远征。37，向阳有些气喘吁吁地望向身旁卖力游泳的伟人鬼。你爹为什么要给你起个37这名字？有什么寓意吗？有。伟人鬼小声道父亲说，37等于21。然后呢？没然后了。向阳面空表情的偏头望向身旁这个伟人鬼，他尝试去理解老大的想法，但思考了许久，他还是没想明白老大取这个名字时候的逻辑。他其实很想说一句，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叫21？但他没问，他预感到不会得到一个正常的回答。我一路上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没有？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尽量不暴露自己。伟人鬼点头数下，表示自己记得很清楚。向阳盯着鬼皮地图，最后看了眼方位，估算了下路程后，将手里的鬼皮地图丢进海里，希望一切顺利。轰！荒族大陆，一根通天柱在海域上空爆炸，披着猩红披风的荒悬浮站在半空中，面色阴沉地望向远处海域上的爆炸。于百息前，有一根战略级通天柱，没有任何征兆地轰向他所在的大陆。鬼潮中的荆棘鬼第一时间发射了荆棘，在海域上拦截了这根通天柱，并将其引爆，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损失。荆棘鬼，3级鬼族的独有鬼物，可发射巨型荆棘当作远程攻击手段，通常用来攻城以及拦截地方的火力袭击，但每日只可发射一根巨型荆棘，一次之后便需1日的休养，才能在体内再次诞生出巨型荆棘。他们荒族共储备了678个荆棘鬼，单日最大可拦截火力袭击数量为678，除非荆棘鬼进化到了鬼圣，否则是无法拦截天眼轨道炮的。目前为止，荒族只有一个鬼圣，而这个鬼圣恰好就是荆棘鬼。这个27级的荆棘鬼圣便是他。荒是他的名字，荒族是他一手创建的势力。在鬼族里，最悲催的鬼物一向是肉虫鬼、荆棘鬼这种功能性的鬼物。这种鬼物往往很难有进化空间，建功立业的什么他们，但瓜分果子的时候往往没他什么事儿。没人知道他一个荆棘鬼一路走到鬼圣付出了多少，但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这根通天柱是哪方势力轰来的？他已秘密离开战争泥潭，按理来讲没人知道他的去向才对。这根通天柱袭来的方向是北方，不是永业大陆轰来的，那会是谁？荒面色冰冷的大手一挥，下一刻，身后鬼巢中飞出数十个巨大的蝗虫鬼物，前往爆炸位置，来回转了几圈，随后才朝北方疾驰而去。这是黄鬼，可记住气息，哪怕是敌方大陆通天柱的气息也可记住，然后原路返回，找到目标。他要知道是谁对他动的手，目标为何？天黑后，他得到了2个消息。第一个消息，黄鬼找到了发射通天柱的大陆，正在朝东方疾驰而去，路径看起来正是永业大陆，一座人类所占据的3级大陆。第二个消息，在附近海域里发现了一大批鬼巢，像是在赶路般，个个精疲力尽。在遇见他们后，这些鬼巢开始疯狂往反方向逃窜。坐在宫殿王座上的鬼物面色毫无波澜的，食指在椅子扶手上轻巧着。看来永业大陆上有至宝的消息，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也想要啊。一座3级大陆，这就有些棘手了。他起身走出宫殿外，大战将至，能多一批鬼巢固然是好的。跑，快跑！海域上，向阳一边用余光不经意地望向身后紧跟着他们的荒族鬼物，一边故意高吼道：“快跑！主动加入，目的性太明确了。”而这种被迫加入就显得合理多了。然而下一刻，只见一道猩红流光从天边袭来，缓缓停在向阳头顶，仅仅只是所散发出来的气势，就压着一众鬼巢无法动弹。向阳首当其冲，更是面色涨红，牙关紧咬，一句话说不出来，身子甚至不受控制的开始膨胀。他从这尊鬼物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那是比昔日是天族全盛时期的王要更恐怖的气息。一瞬间，他甚至有些绝望，这样的对手，樊玉真的能应付得了吗？肉虫鬼原本面色冰冷的荒，注意到向阳因压力骤增而不受控制的身体膨胀区域，眼里闪过一丝动容。鬼皇，肉虫鬼，哪怕他这一辈子在战争泥潭里征战无数，也却从未见过鬼皇级别的肉虫鬼。肉虫鬼这种鬼物，在鬼物里是最卑贱存在，且寿命也几乎只有几个月左右，不知道哪天被风吹到哪里，自己就炸了。别说鬼皇了，他连一只鬼王级别的肉虫鬼都没见过。然而如今却见到了一只鬼皇级别的肉虫鬼，堪称奇迹。荒脸上的冰冷褪去了几分，俯瞰着海里的向阳，嘴角微微上扬。肉虫鬼的鬼皇倒是少见，本座名荒，乃3级鬼族荒族的王，报上你的来历，本座与你加入荒族。看见这只鬼皇级别肉虫鬼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从荆棘鬼一路爬到鬼圣，成为3级鬼族的王，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只有他知道。但现在或许这只肉虫鬼也知道，对方身上有他的影子，像他们这种鬼物要付出比其他鬼物更多的代价。
代价才能站在这里。他不服命，也不认命，他要告诉这个世界，哪怕是荆棘鬼，也可成为3级鬼族的王。气势削弱，压力骤减，原本身体开始不受膨胀的向阳，身体又快速平息下去。他恍惚了一下后，才低下头低声道：“是天族七皇，是天族覆灭于樊玉之手。我等被樊玉追杀，四处逃窜，只求找一座无人大陆或小岛休养数年。是天族。”荒瞳孔微缩，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是那个在战争泥潭里被打落至2级鬼族，然后慌乱逃走的那个是天族。正是，原来跑到这里了。想报仇吗？想加入荒族，我带你去报仇。好，向阳答应的干脆利落。荒挥了挥手，海里的向阳便悬浮在空中，站在他身后，朝荒族大陆飞去。我从没见过鬼王级别以上的肉虫鬼爆炸是何种动静，想必鬼皇级别的肉虫鬼爆炸动静应该不会弱。荒偏头望向向阳，轻笑着。向阳低下头，我也没见过。荒轻笑了一声，远眺向不远处的荒族大陆。肉虫鬼的使命就是自爆，你们是天族战败了，是天族的王已经战死了，你却带着部分鬼巢逃了出来，说明你是逃兵，背弃了你的王，你知道吗？我生平最憎恶的就是逃兵。向阳面色微变，他把这一茬忘了。是天族残兵确实是个不错的身份，但确实无法解释他为何还活着的这个事情。按理来讲，是天族要真到了生死关头，第一个死的就应该是他这个肉虫鬼。不等向阳有何回答，荒便口风一转，轻飘飘道：“但对你例外，你我是一种鬼，我本体是荆棘鬼，你应该知道荆棘鬼在鬼屋里的地位如何，毫无地位的工具人。可我偏不认这个邪。如今的我是鬼圣，荒族的王，像我们这种鬼，为了活下去，无论付出什么样的手段都是可以被原谅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本就不公平，我相信你也是这样想的。就像凭什么肉虫鬼的使命就是要自爆一样，无论日后荒族遇到何种危机，哪怕荒族亡了，我都不会启动你的。我真的很想看看一个肉虫鬼到底能走到怎样的高度，能不能日后也成为一个3级鬼族的王。接下来安心待在荒族，我会向你见证，身为一个荆棘鬼最远能走到多远。如果我倒下了，你要继承我的意志，去向整个世界证明，哪怕是一个肉虫鬼也可以走得很远。荒的声音顺着海风飘进向阳耳里，站在荒身后的向阳有些怔怔地望向荒的背影。是天族的王告诉他，他在是天族的唯一使命便是自爆，自爆就是肉虫鬼最大的光荣。他一直这样觉得，他觉得肉虫鬼就该这样，直至他遇见了95告诉他，一看你就没什么战斗力，躲在我身后。而荒告诉他不会启动他，哪怕荒族亡了也会送他逃走，只为想看看他身为一个肉虫鬼能走到多远。向阳默默地望向荒的背影，如果他在离开是天族后第一个遇见的是荒，或许他会死心塌地的为荒卖命，但他第一个遇见的95给了不一样的感觉。95让他知道肉虫鬼是可以不用自爆来实现自己价值的，但荒是敌人，95才是他的老大。说不定荒只是嘴里说的好听，真遇见危机的时候，保不准第一个就是将他丢出去。这一夜，荒没有去管那座大陆，而是破天荒地拉着向阳在自己宫殿里喝了一顿酒。荒喝得很醉，身躯迷迷糊糊地靠在王座上呢喃着：“七皇，你一定要记住，肉虫鬼不该被风裹挟，该有自己的路。”天亮了，荒的醉意褪去，又恢复到了往日冷漠的样子，坐在宫殿王座上，轻揉着太阳穴，思索着昨日对他们发射通天柱的那座大陆。观对方大陆的前进路线也是永夜大陆，和他的目标冲突，而且对方只发射了一根通天柱，不像偷袭，更像是挑衅或者宣战。沉默许久后，荒才缓缓道：“既然对方已经明牌了，那对方的目标应该跟我们一致，是永夜大陆上的那个至宝。传令下去，全速前进，我们要更快抵达永夜大陆。”企业人大陆地下会议室内，一众幕僚面色难看地站在原地，直至一道声音从身旁传音符传来：“禀大人，那批黄鬼撤退了，附近并未有鬼物袭来的迹象。”话音落下，在场人顿时松了一口气。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不想出什么岔子，更不想和一座3级鬼族为敌。但现在需要处理另一件事，他们发射向永夜大陆的通天柱，有一根通天柱突然不受控制，调转方向轰向其他海域。这是他们第一次遇见这种通天柱不可控的情况。有人想要借刀杀人，能站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几乎瞬间便看破了这一切。不过还好，结局没有向坏的方向去发生。但通天柱为何会突然不受操控？永夜大陆不可能有这手段，这种手段从未听闻。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人向渔翁得利，看来盯上永夜大陆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其他势力。这个3级鬼族目标很有可能也是永夜大陆，至少有3家势力，有家势力想要挑起我们和这个3级鬼族的纷争，从而坐山观虎斗。大人，身后心腹有些迟疑的开口发问道：“3级鬼族为何会大张旗鼓的前往永夜大陆？还记得那个流言吗？”老者面色淡然道：“这片海域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永夜大陆之所以被雷雨海域封锁，是因为有一个能让任何势力快速崛起的顶级至宝。但你我等人都清楚，根本没有什么顶级至宝。永夜大陆之所以被雷雨海域封锁，单纯是因为这座大陆上有巴比伦塔的遗址，天道不愿看见我们企业人重建巴比伦塔。这个3级鬼族想必也是冲着这个顶级异宝来的。至于另外一个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势力，所图为何就不清楚了。”身后心腹也不知道听懂还是没听懂，只是再次发问道：“大人，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处置？降低速度？”等老者缓缓道：“鬼族去天外天没有意义，他们就是从天外天进来的，他们的目标是顶级至宝，和我们的目标不冲突，让他们先抵达永夜大陆，其他势力肯定不会看着永夜大陆就这样被一个3级鬼族轻松占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静观虎斗，等决出胜利者后全胜出击。”永夜大陆参谋阁内，天眼大屏前，参谋阁阁主万岁正在汇报着最新进展。预主，按照正常情况，此时荒族和企业人大陆应该都有5日便会抵达永夜大陆。一开始企业人抵达的时间要较晚一点，但后来他们加速了，就赶上了这批时间差。而现在企业人大陆突然降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
增加到7日后，而荒族突然加速了，预计抵达时间从5日后变成了4日后。那就来吧，我低声呢喃着，我能准备的已经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该看看天眼轨道炮的威力了。另外一边，95悬立在大陆的岸边，等待着樊玉命令。倘若樊玉的危机较大，便立刻返回这片海域，将他们所获得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送给樊玉，从而让樊玉度过危机。95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距离战争泥潭还有3日路程，马上就快到了，希望此行一切顺利。半日后，95顺利抵达战争泥潭，但他有些呆呆地望向远方那一幕，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见到战争泥潭。只见远处海平面上能清晰见到有类似于雷雨海域的风暴圈，只要穿过这个风暴圈，就算是正式进入战争泥潭了。而后在足足前进了1个时辰的功夫后，他总算是正式进入了战争泥潭。从此刻开始，将正式计算生存时间，每活1日，养老一族便可拥有1日的生存时间。只是或许是他们命不好，才刚进入战争泥潭，便看见3、4公里远有一座大陆。完了，95内心突然咯噔一下，面色顺便下令快速掉头。那座大陆也有了反应，玄天推进器被快速启动，无数火焰在海底喷射出来，朝远处逃窜而去。2座大陆都在以极快的速度朝对方的相反方向逃窜而去。95有些懵逼，不是说战争泥潭里大陆会疯狂乱轰，彼此厮杀吗？怎么看起来对方比他还怕？等等，他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正常势力进入战争泥潭都是获得生存时间，而不是想着掠夺他人。这种时刻自然是避战最好。不仅仅他是这样想的，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就好了。95一边嘟囔着，一边操控着护翼大陆紧靠风暴区，在战争泥潭最外围溜达着，速度不紧不慢。战争泥潭本身没有危险，如果大家都不对轰，每个人都能获得生存时间，待个10年8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紧接着，接下来的3个时辰内，95控制着护翼大陆紧贴风暴区边缘，在海面上溜达。从某种角度来讲，这里是战争泥潭最安全的一片区域，能在这片区域的势力都没几日生存时间，那些食物链顶端的势力也不会来此，费死费活的打下一座大陆，结果到手几日生存时间，亏完了。真正混乱的区域在战争泥潭的核心，那里才是互相掠夺的猎场。而此时，距离荒族抵达还有3日，距离企业人大陆抵达还有6日，时间一点点逼近，2座大陆也在不断靠近，从同一方向的不同角度朝永业大陆逼近。参谋阁内，我看着天眼大屏上的2座大陆，还差一点，再近一点就可以动手了。可就在这时，我手里的传音符突然传来声音：域主，天眼之眼又发现了5座3级大陆，正从东南西北靠近永业大陆，均是企业人所占据的大陆势力。我轻叹了一口气，看来命运并没有眷顾我，7个3级势力以1敌7，既然如此，计划需要变一变了。下一刻，我拿起手里的传音符，轻声道：导弹储备基地听令，发射1枚战略级通天柱，目标荒族大陆。紧接着，一根矗立在地面上的战略级通天柱从无名山后山缓缓升空，在高空中以极快速度径直朝荒族大陆轰去。不久后，来得好，站在荒族大陆岸边的荒望向从天边疾驰而来的一道携带着恐怖威力的炽热光柱，冷哼一声。守护在岸边的一头荆棘鬼也做出了反应，他张开血盆大嘴，一道漆黑无比的巨型荆棘从腹部喷射而出，直直撞上那根从天边袭来的炽热光柱。轰！巨大的爆炸声在海域上空传来，拦截成功。而这头荆棘鬼在发射完这根巨型荆棘后，腹部快速扁平下来。这个方向是永业大陆的方向，看来樊宇已经发现我们了，加速前进，以最快速度拿下永业大陆。但就在这时，又是一根通天柱袭来。不过这道通天柱看起来就是最普通的通天柱，不用拦截。荒下了命令，对方明显是想要用普通通天柱来消耗他的拦截力量，他又岂会上这种当？这种程度普通通天柱根本无法造成太多伤害。就这样，这根通天柱在没有任何拦截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轰在了荒族大陆的一处矿区。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剧烈响起，大陆隐隐颤抖，3座黑渊瞬间消失，荒呼吸瞬间停滞，面色愤怒地望向身后不远处的蘑菇云。这个威力明显就是战略级通天柱的威力，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又是3道普通通天柱从天边袭来。这次荒不敢怠慢，虽然愤怒，但他还是快速平复情绪，下令荆棘鬼开始拦截。但下一刻，他的面色不受控制地阴沉了下来。那3根普通通天柱在海面上被拦截引爆后，威力极小，是真的普通通天柱，白白消耗了他3个荆棘鬼手下的拦截次数。这是什么手段？他没见过，在战争泥潭里也没见过。樊玉可以将战略级通天柱伪装成普通通天柱，但没给他太多思考时间，又是100根通天柱划破天空，呼啸着朝荒族大陆冲来。拦截！荒咬牙下令，与此同时快速消耗掉剩下几座黑渊储备的黑暗之源，快速生产出荆棘鬼。来吧，就算是普通通天柱，他也会全部拦截。距离抵达永业大陆只有3日了，他倒要看看樊玉单日能发射多少枚通天柱。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虽然这100根通天柱被全部拦截在海域上，但都是普通通天柱的威力，还没等荒来得及有多余反应，第2批通天柱又来了，如此密集。
惜，间隔时间几乎不足百息。这一次是2575根。刚被生产出来的一个个荆棘鬼趴在地面上，耐心等待着王的命令，精确到了个位数。在他第一时间确认了这批通天柱的数量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不知为何，他冥冥中感觉自己可能要败了。荒族剩余拦截次数还有2675根，而樊玉的通天柱也恰好也是2675根。樊玉似乎对他们近乎了如指掌，不仅仅知晓他们的黑渊坐落在哪个区域，甚至连他以前有多少荆棘鬼都极其清楚。荒抬头望向天空，他知道樊玉在用某种手段监视他。他笑了起来，轻声吐字道：“我赌你这2675根通天柱都是普通通天柱，放弃拦截。”事实上，也正如荒所猜测的那样。参谋阁内，我看着天眼大屏上荒的特写，双手拄着翡翠手杖，轻声道：“很可惜，你赌错了。”下一刻，剧烈的爆炸近乎布满了整个荒族大陆边缘。这批普通天柱里夹杂了30根战略级通天柱，而这些战略级通天柱的轰炸目标正是那批荆棘鬼。这波轰炸之下，荒族的荆棘鬼近乎彻底全部灭绝。樊玉无法和向阳建立直接联系，但这些日子，向阳根据95的嘱咐，会偶尔像是发呆一样，40-50度望向天空，无声呢喃着什么。信息由此传回樊玉。随后，当这一批通天柱落下，并精准消灭了荒族近乎全部荆棘鬼后，又是2000根通天柱袭来。这次，荒族已经完全没有了拦截手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批通天柱落在荒族大地上，将所有鬼物精准轰杀。而荒和身边亲信的身影，连同向阳一同消失在了天眼大屏上。荒族这个3级鬼族，多半鬼物，尚未抵达永夜大陆，便被永夜大陆的近万根通天柱屠杀干净。但参谋阁内并没有太多欢呼声，不仅仅是因为荒族的王下落不明，更多的是在天眼大屏上，5座新的企业人大陆已经出现在了大屏，并从不同方向朝永夜大陆疾驰而来。与此同时，荒带着7-8个心腹和向阳出现在一片汪洋大海上。在紧急关头，他激活了一滴心血，随即传送到附近海域的一片区域。他相信此时应该已经脱离了樊玉的监视。我们现在需要去找一批鬼巢，重新收一批手下。身旁心腹无人讲话，向阳也没讲话，或许是感受到军心有些不稳，都振作起来。荒低吼一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让你们这副样子，如此弱懦，如何能成大业？王身旁一个心腹终于忍不住，声音中夹杂着哭腔，颤声道：“这是一点小的挫折吗？荒族亡了，荒族甚至连永夜大陆的全貌都没见到，就亡了。我们还有命。”荒不满地低吼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在几人交谈之际，一座大陆却在缓缓靠近，并且一根战略级通天柱已经升空。感受到身后动静，荒下意识望向身后，随后深吸一口气，手心召唤出一个巨型荆棘，猛地抛出撞向那根通天柱，使其在距离他们数公里远便被引爆。他冷哼一声，他可是鬼圣级别的荆棘鬼，所喷射的巨型荆棘是可以拦截天眼轨道炮的，拦截战略级通天柱实在是浪费了。然而下一刻，5根战略级通天柱再次从这座大陆升空。算了算了，荒摇了摇头，有点肉痛的从指尖再次挤出一滴心血，带着一众心腹再次随机传送离开这片区域。运气有点没，怎么刚好传送到一座大陆附近了？通天柱落空，但这座大陆并未停下，保持速度继续向前驶去，方向正是永夜大陆。这是新发现的5座企业人大陆之一，这回应该安全了。荒凭空出现在一片海面上，这次有了前车之鉴，第一时间环顾四周，没有看见附近有什么大陆，才长松了一口气。我们得想办法先找一批鬼巢，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一座无主大陆就更好了。只是他突然沉默了下来，他脑海里有声音告诉他，荒族所拥有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都被樊玉掠夺，且降至2级种族。他原本是27级鬼圣，在这道声音响起的一瞬间，跌落到24级鬼尊。没事儿，他很快摇了摇头。我们先……他还未说完计划，便看见不远处海里有大批鬼巢在移动，顿时大喜。走，我们去收复这批鬼巢，然后从头再来。他就知道天无绝人之路。荒带着自己心腹快速迎着这批鬼巢赶去，渐渐靠近后，荒有些略微惊讶地望向这批鬼巢，实力都不错啊。七皇比你带着的那批鬼巢实力强多了，这片海域的随便一批鬼巢都这么强吗？下一刻，鬼巢突然散开，一个鬼物颤颤巍巍地在海面上快速奔跑着，并跪在鬼巢前方，声音中满是恐惧的颤声道：“荒帝，你怎么在这里？”但这个鬼物像是发现了什么，眼里的恐惧渐渐散去，原本跪在地上的双膝也慢慢起来。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荒帝现在好像从鬼圣落到鬼尊了。刺耳且兴奋的笑声从这只鬼物嘴里响起，歇斯底里的狂笑了许久后，才满眼憎恶地盯着荒一字一句道：“还记得我吗？3年前在战争泥潭里，你摧毁了我的大陆，让我的鬼族跌落至2级种族。怎么，昔日的荒帝怎么也能落到如此境界呢？”这个鬼尊修为的鬼物，此时眼里满是大仇将报的快感，步步逼前，对我动手。你确定吗？站在原地的荒面色毫无波澜地轻吐了一句话，但就是这一句话便将这个鬼物吓退在原地。他缓缓从四周围上来的鬼物每个人脸上扫过，每扫过一个，对方都会下意识后退几步。在战争泥潭里，荒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太大了。下一刻，跑！荒没有丝毫犹豫，瞬间转身拽着身旁向阳朝后跑去，而跟在身旁的心腹也第一时间转身逃去。妈的！被吓退的鬼物面色瞬间愈发难看了起来，漆黑如滴墨般，怒吼道：“
追上去杀了他们。2个时辰后，一张木板上，荒望向自己身上的伤势，疼得有些龇牙咧嘴，不时倒吸了口凉气，没跑掉。这群兔崽子跑得还挺快，虽然干掉了那群鬼物，但他也身受重伤，也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荒有些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这要是放在昨天，我掐死他们和掐死蚂蚁一样简单。就在这时，向阳低下头小声道：荒，为什么救我？在双方大战时，荒数次帮他挡下了致命一击，如果不是荒时不时照拂他，自己根本不会受那么多伤。他不知道荒为什么要护他。诺，荒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点药草，仔细地覆盖在自己伤口上，随意道：我不是说了吗？要让你见证我能走到哪一步。你死了还怎么见证？世人日后怎么知道我的辉煌？我跟你说，别看我们现在有些落魄，但其实越落魄越好。当我日后成为这个世界王的时候，这些落魄都是我的勋章。再说了，我答应要保护好你的。荒，向阳身上也有伤势，不过已经包扎完毕了。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95身边，樊玉还能不能找到他。他只是有些不理解，你为什么对世界的王那么执念？荒一边包扎，一边像是自言自语着，像我们这种鬼，生来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有成为世界的王，才不会有人欺负我们。接下来不要放弃，千万不能气馁。我们要找到一批鬼巢，然后收服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一座无主大陆就更好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不久后永夜就会袭来，但人倒霉的时候，好像会一直倒霉。身下海水突然开始狂涌，下一刻，一个巨大的鬼物从海底缓缓浮在海面，巨大的瞳孔紧紧盯着向阳和荒。真的是，荒长叹了一口气，天道鬼为什么会浮出海面？老老实实待在海底不就好了吗？喂，认错人了，这里没有大陆，回去睡觉去吧。乖，天道鬼并不乖，发起了冲击。荒默默地摇了摇头，身子开始变化，化作一个巨大的海参。这是荆棘鬼的本体，伴随着尖端蠕动，一根巨大的巨型黑色荆棘喷射而出。瞬秒，别小瞧了我啊！有些力竭，重新化作人形的荒，重新躺在木板上，望向头顶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不远处那头渐渐沉入海底的天道鬼尸体，嘟囔道：好歹我也曾经也是鬼圣，还是最擅长攻击的荆棘鬼，秒你个天道鬼不是轻轻松松，不识好歹的家伙。荒呆呆地望向头顶快速袭来的永夜，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快速流逝，本就身受重伤，又强行发射一根巨型荆棘杀死天道鬼，或许他可能熬不过今夜了。你后悔攻打樊玉了吗？坐在一旁木板上的向阳突然开口道：不后悔。荒坚定地摇了摇头，虽然我是因为攻打樊玉才沦落到如今境界，但不攻打樊玉也会攻打其他势力，只要在征战的路上，就总有一日可能会是这个结局。当我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了这个结局，只是多少还是有些不甘的。我本来还想让这个世界看看，哪怕是一个卑贱丑陋的荆棘鬼也能成为世界的王。永夜降临了，黑暗袭来，与此同时，在浓郁的黑暗海面上浮现出一只只鬼物，渐渐形成鬼巢。平时这些鬼物都不敢靠近他们，此时却都虎视眈眈，眼眶通红且贪婪着盯着他们。所有鬼物都意识到吞掉这2个重伤的鬼尊对他们有很大好处。荒有些艰难爬起来，站在木板上。我这兄弟可是鬼皇肉虫鬼啊，你们确定要上前？这5个鬼皇面色冰冷，但在听见这句话时候，面色闪过一丝动容，下意识望向站在荒身旁的向阳，并稍微后退了几步。鬼皇级别的肉虫鬼一旦自爆，他们这5个鬼皇没一个能活得下来。你看，荒在原地打了个趔趄，伸手搂着向阳的肩膀笑了起来。他们其实很怕你的，你只要启动，他们都得死在这里。向阳感受到了荒掌心所传递来的力气，牢牢抓住他的肩膀，令他无法动弹。只是他并未反抗，不知在想什么，只是默默地站在原地。七皇，记住了，我们这种鬼必须得成为王，才能体面地活下去。我输了，但只要不断这条路上前赴后继，总有人会赢。继承我的意志，活下去。下一刻，荒突然怒吼了一声，用出身体剩余全部力量，不等向阳反应过来，便拽着向阳的胳膊，原地转了一圈，径直将向阳甩至远方高空，同时大笑道：喂，希望你还记得如何在空中飞，飞起来吧，兄弟！告诉这个世界，哪怕是一个肉虫鬼，也能成为王。你不启动它，那5个刚刚退后了几步的鬼皇，此时纷纷围上前。其中一个鬼皇声音冰冷地望向荒：是在找死吗？找死！荒笑了起来，甩了甩有些发酸的手臂。5个连大陆都没有的孤魂野鬼，你们知道你们在面对谁吗？我可是荒3级鬼族的王。然而下一刻，一道锋利的尖爪已刺穿他的后心，一只鬼皇不知何时已经摸到他后方，发起了偷袭。荒愣在原地，低下头，呆呆地望向胸口那沾满血液的尖爪，眼神渐渐涣散地笑了起来，低声喃喃着：5打1，还偷袭！这片海域的鬼物真的很没有礼貌啊！但想就这样杀死我的话，可远远不够哦。永夜退去，天亮了，那块不知从哪来的巨大木板已变得有些破碎，木板上撒着些许碎肉和刻入木板里的碎肉。向阳回来了，离开前，荒将所有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心血全都送至他体内，并将他扔到了很远很远的位置，直至天亮，他才回来了。但他看到的是已经结束的战场，一片狼藉，再无荒。向阳呆呆地站在木板上，环顾四周，空无一日。突然感觉一阵极致的孤独感将他包围，整个世界好像只有他一人般。他明明才刚认识荒，他不知道荒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他和95和樊玉都失去了联系，隐约间他听见了阵阵声音，那是顺着海风传来的。数十公里之
之外的声音。运气真不错，白捡了一个鬼尊和5个鬼皇的尸体。这鬼尊还是个荆棘鬼，荆棘鬼修行到鬼尊修为的，还是第一个见，别弄坏了。圣上专门说了，要将这个鬼尊荆棘鬼体内做成标本收集起来的。等去了天外天，建立了企业人国度后，这都是我们曾经的功勋。向阳听着耳边断断续续的交谈声，怔怔地望向远处，隐约能看见一座大陆的灰蒙蒙轮廓。许久之后，他从怀里掏出一根笔和一本无字书，缓缓书写着。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书信，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交代，留给荒和向阳的交代。我是七皇，也叫向阳，荒叫我七皇，95叫我向阳。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荒生前是那么一个自傲的人，荒肯定不愿意让自己的尸体变成标本，那对荒来讲是极致的羞辱，比死都要更痛苦的事情。95待他如手足，樊玉又是95最大的依靠和情绪支柱。他想，95肯定也不愿看见樊玉灭亡。他不清楚樊玉是否知晓，这片海域还有其他企业人大陆在来的路上。95给了他名字向阳，让他向阳；荒叫他七皇，让他成王。可他只是一个肉虫鬼，一个变成风筝侥幸活下来的肉虫鬼。他这一生从未真正战斗过。肉虫鬼和守夜人一样，一生只能战斗一次。他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无法完全向阳，他很难对樊玉有95那么深厚的感情，他也成不了王。肉虫鬼怎么可能成王？他没有成王的命。两人对他的期待，他都做不到。他就像是个废物一样，靠着运气一路走到现在，遇到的人对他都很好，而他却完全无法给出什么回报。他能做到的就是给出自己能给的回报。良久之后，笔锋落纸，书信已成。他将这封书信平平整整地放在木板上，抬头望向天空。他不知道樊玉有没有找到他的位置，也不知道这封书信会不会被人发现，但就这样了吧。他一辈子浑浑噩噩，侥幸混了的七皇的名号，有了向阳这个像样的名字，也算值了。老大，你可能不知道，肉虫鬼是不能复活的，和守夜人一样，我们是被上天所厌恶的存在。向阳动身了，一步踏天，二步升空，一步一步朝数十公里远的那座大陆逼近而去。他这辈子都不清楚鬼皇肉虫鬼的启动威力如何，如今他是鬼尊，他其实不喜欢别人对他好，会让他有压力。他不知道该怎么才能给出回报。越来越近了，他看见在沿海陆地上，不少企业人正围着荒的本体不断嬉笑着，像是在炫耀战利品一样，不断用留影师合影。毕竟鬼尊修为的荆棘鬼真的很少见，更少见的来了，可曾见过鬼尊修为的肉虫鬼？下一刻，警笛大响，岸边的人看见了他们。近乎与此同时，一根战略级通天柱便升空，朝他轰来。向阳不必，只是站在原地，低头望向自己那开始缓缓膨胀的身体，眨眼功夫便恢复本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肉球。这就是他的本体，肉虫鬼。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本体了。那根战略级通天柱转瞬而至，精准命中，不大不小的爆炸声响起。向阳因疼痛忍不住闷哼一声，但嘴角却有些得意的扬起。没想到吧？他也没想到，鬼尊级别的肉虫鬼可以吸收敌方火力的伤害，并将其储存起来，增加启动威力。越来越多通天柱袭来，他依旧未必。肉球越来越大，皮肤表面的一张人脸，俯瞰望向海岸边那个已经被遗弃的荆棘鬼尸体，那可是荒啊！昨日还说自己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今日便如死狗一样被丢在这里。荒说的没错，这个世界充满变数，但不知道有没有人料到了他这个变数呢？渐渐的，他从下方那些企业人眼里看见了恐惧，他笑得更开心了。荒说的没错，这些人果然害怕他。95，老大，这次我不用站在你身后了。虽然我对樊玉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但既然老大你喜欢，我愿意帮你，就当做上次你将我护在身后，这2年一直照顾我的回报吧。樊玉，我们之间也亲了，我不欠任何人的了。直至下方不断奔跑的企业人眼里恐惧越来越多，一道近乎点亮清晨天空的炽热光柱直直轰来。他从未见过这种武器所散发出的威势，堪比天地变动。他只感觉好疼，好疼，真的好疼。身体完全吸收了这根光柱的伤害，但他感觉身体好像已经在崩溃边缘了。他开始再次朝前踏了一步、2步、3步，速度渐渐加快，直至自己尽可能的冲进大陆深处，才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身躯。最后远远看了眼大陆岸边的荆棘鬼尸体，他想再看一眼护翼大陆的方向，却早已经迷失了方向，不知护翼大陆在哪个方向。老大，我突然有点害怕。向阳最后抬头看了眼空中刚升起不久的朝日，缓缓闭上双眼，低声喃喃着：我是七皇，也叫向阳，我当不了王，也向不了阳。下一刻，刺眼的光芒从向阳体内绽放开来，以极快的速度笼罩了整个大地，无穷无尽的绿色光雾将整个世界染成绿色。如果肉虫鬼有颜色，那应该就是绿色。